我叫莫玄，穿越到了这个修仙世界，成为一只妖兽。好不容易重生一趟，谁不想能够逍遥长生，朝游北海木苍梧？可我血脉低下，辛辛苦苦修炼了50多年，才达到炼气9层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一定要变强！我要化蛟，我要成龙！终于摆脱他们了。人类修士，老天爷坑我呢！我刚刚就随口喊了2句，你直接祸从天降。以我的实力，一旦追杀他的那些人找过来，很可能把我一剑斩杀，剥皮炼肉。毕竟妖兽浑身都是宝啊！杀了他，魔师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镇族系统激活，自动绑定周家家主周媚儿，宿主已成为周家供奉灵兽。恭喜宿主获得黑暗寂灭神雷本源系统，还有黑暗寂灭神雷本源。族运点可通过壮大家族或完成系统任务获得，用于提升血脉、寿命、天赋、神通、境界等。黑暗寂灭神雷一旦炼化，便可掌控天地间最纯粹的毁灭之力。发了，这下彻底发了！他可是周家族长，要是死了，族运不知道降低到什么程度，不能让他出事。我还活着。你与我有缘，可愿供奉我？我可保你性命，更能护佑你家族青云直上。这怎么不信？倘若真能保我和家族，我周家必供奉前辈。前辈，刘家少主刘浩正在带人追杀我，咱们赶快走吧。刘浩。系统任务发布，帮助周媚儿斩杀刘浩。任务奖励：族运点乘以10，地级功法混沌化龙诀。地级，最强级别的功法。前辈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刘浩实力怎么样？前辈，你是想……既然我成了你们周家供奉，当然要保护你。刘浩想杀你，那就把他解决了。前辈，刘浩作为刘家少主，实力已经达到了炼气9层。而且刘家以御兽闻名，他还豢养了一头炼气8层的赤焰虎，身上更是有许多宝物。炼气9层，等我炼化黑暗寂灭神雷本源，杀个炼气9层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为了地级功法，干，必须干！正想着怎么找你们呢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。怎么不跑了？上！区区蝼蚁也敢动我的人？炼气9层的异兽，哈哈哈！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把你收服，再加上周媚儿这个天生媚体，本少主必将实力大增。你刚才说要收服我？不错，等下你就是我的新坐骑了。是吗？系统，给我加点。融合黑暗寂灭神雷，这是筑基新坐骑，正好拿你们试试黑暗寂灭神雷的威力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族运点乘以10，地级功法混沌化龙诀。
终于到手了。全死了！一个炼气9层，5个炼气7层的修士，还有6头妖兽，就这么……现在信了吧？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今后我周家定当举全族之力供奉前辈。不错，不错。前辈，刘浩被杀，刘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刘家是御兽家族，还有筑基2层修士坐镇。系统任务发布：揭穿周媚儿堂弟周征为家族内奸，清除周家隐患。任务奖励：族运点乘以15，玄冥黑蛟血脉融合后可化为玄冥黑蛟。我去，蛟龙血脉！等我融合蛟龙血脉，再用族运点提升等级，还怕对付不了刘家？内奸周真是吧？必须铲除！谁也别想挡我变强的路！前辈，放心，我当了你们周家供奉，刘家要是敢来，我会出手解决他们。真的？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毁尸灭迹！对了，别忘了把他们储物袋收了。哦。怎么感觉有点傻白甜？这也能成为一家之主？周家是怎么在残酷的修仙界活下来的？前辈，尸体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是他们身上的储物袋，还请前辈处置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虽然这些东西对现在的我来说用不上，但周家实力肯定能大大提升，从而让我得到更多族运点。这些东西你收起来，让周家弟子提升实力。都给我们！不行，这都是前辈的战利品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既然当了你们周家供奉，自然要帮你们变强。你们现在太弱了。前辈，赶紧把东西收好，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做。请前辈吩咐。你装作身受重伤的样子，带我回周家。装作重伤？前辈，这是为什么？等回到周家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家主回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刘浩失手了？姐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谁干的？还挺会装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是刘家少主刘浩。这下麻烦了，刘家可是有筑基修士坐镇的家族，我们周家得罪不起啊！家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刘家为什么要对你动手？刘浩想抓我当炉鼎，一路追杀我到黑水潭，多亏了莫前辈出手，我才能逃出来。大姐，你糊涂啊！你得罪了刘家，刘家肯定会来兴师问罪，到时候我们整个周家都要给你陪葬。刘浩是欺人太甚，但我们周家势单力薄，根本斗不过刘家。为了家族，恐怕只能委屈你了。诸位，现在只有把周媚儿还有这头妖兽一起送到刘家，给刘浩少主赔罪，说不定还能平息刘家怒火，保住我们周家。周征，周媚儿，你让周家陷入被覆灭的险地，还有什么资格坐在家主的位置上？有意思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想上位当老大呀。周媚儿没有资格，难道你这个吃里扒外勾结刘家的叛徒就有资格了？周征，原来是你把我的行踪泄露给刘浩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事已至此，你狡辩还有什么意义？是我告诉的，那又怎样？周媚儿，你一个女人，凭什么当家主？家主之位应该是我的。刘家答应我，只要把你献上去，不仅给我大量资源，还会扶持我当周家家主。你不过是我登上家主之位的垫脚石罢了。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勾结外人残害同族，周征，你枉为周家子弟。私欲，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，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去死吧！你不是身受重伤了吗？你是装的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想当周家家主？
不自量力。两位长老，你们难道就这么看着，不拿下他给刘家赔罪，等刘家大军压境，周家上下都要死无葬身之地？你们想让周家毁在他手里吗？抓了周媚儿，我们就能攀上刘家，到时候还怕周家不能崛起？家主，刘家势大，您此举确实不妥。为了家族安危，还请家主束手就擒，跟我们去刘家赔罪。没错，您是天生的媚体，刘家少主看上您未必是坏事。要是能成为刘家少夫人，对我周家而言反而是天大的造化。还请家主以大局为重。好一个以大局为重，说到底不过是欺软怕硬。你们一个个口口声声为了家族，却要把我往火坑里推，做梦！跟他废话什么？动手！让我看看你这个家主，到底有没有资格坐这个位置？不会让前辈失望。给我破！不错，总算没有让我失望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足运点乘15，玄冥黑胶血脉代炼化。蛟龙血脉到手了。周征，你勾结外人，残害同族，图谋家主之位，罪不可赦。我的丹田废了。家主饶命，我们一时糊涂，被周真蒙蔽了双眼，求家主开恩啊！我们知错了，知道错了，求家主开恩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从今日起，罚入矿山劳作10年。多谢家主宽恕。从今日起，莫前辈为我周家供奉，所有周家族人不得违抗。拜谢莫前辈。系统任务发布，帮助周家抵挡刘家灭族之祸。任务奖励：足运点乘100天级阵法周天星辰大阵，可汇聚星辰之力防御外敌，可汇聚天地灵气形成灵地。又来任务了，而且奖励那么多，100足运点，不知道能让我提升多少。还有周天星辰大阵，到时候整个周家化作灵地，修炼速度增快数倍，足运点岂不是蹭蹭的往上涨？前辈，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吗？太少了，人太少了，实力也一个比一个弱。把东西都拿出来分给他们，尽快提升实力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周家实行奖励生育政策。前辈，为什么要奖励生育？我问你，周家现在有多少人？核心子弟42人，加上旁支老幼幼，共137人。137人，连刘家的零头都不够。没有人，哪来的人才？没有人才，怎么壮大家族？你们以为我让你们生孩子是为了好玩？我容易吗？我系统绑定你们，你们被灭了，我金手指就废了。不生孩子，我哪来的足运点？都给我狠狠的生！谁生的多，奖励零食、丹药，生10个以上，上极品灵气一把。莫前辈放心，我回去就和娘子努力。我今晚就开始。行了，都下去吧，带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要闭关。玄冥黑胶血脉，我来了。前辈，这是周家后山，灵气充沛，不会有人打扰。不错。莫前辈，那我不打扰你修炼了。等等，莫前辈还有什么吩咐？那个周征，找个机会把他放了。莫前辈，这是为什么？周征背叛家族，罪该万死，放走只怕会留下祸患。钓鱼，让他把刘家调过来。啊！刘浩死了，刘家迟早会查出来。与其被动等他们来，
不如主动让周征去报信，把刘家引过来，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刘家家主可是筑基2层，还有数千子弟，我们周家……这些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提升实力，壮大家族。是，晚辈告退。加点。刘家最强的是筑基2层，对吧？融合蛟龙精血后，你们来多少死多少。好大的胆子！区区周家蝼蚁，竟敢杀害我儿！我要周家全族为我儿陪葬！一个连筑基修士都没有的蝼蚁家族，直接灭了，太便宜他。不错，那周媚儿天生媚体，是上好的修炼炉鼎，不如抓回来关在地牢里，供家族核心子弟修炼使用。刘家主，我还有重要情报禀报。说，周媚儿身边有一条黑蛇妖兽，现在已经成了周家供奉，而且达到了筑基1层。筑基1层，一条畜生也敢插手我刘家的事？等我灭了周家，亲手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家主，何须如此麻烦？老夫养的火鳞蟒专吃蛇类妖兽，到时候直接把它吞了。传我命令，召集家族子弟，踏平周家。我倒要看看那畜生能不能救得了周家满门。周家那群蝼蚁看到我刘家大军，怕是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吧？你太高看他们了，说不定听到消息早就跑路了。给我杀！踏平周家，鸡犬不留！家主，刘家杀来了！莫前辈正在闭关修炼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被打扰。诸位，刘家已经杀到山脚下，此战关乎我周家生死存亡。莫前辈就在后山闭关，只要他出关，我们周家就有希望。现在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莫前辈争取时间。家主放心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们也不会让刘家的人踏过演武场一步。对，跟他们拼了！你就是周家家主周媚儿，果然是天生媚体，难怪浩儿会看上你。刘浩咎由自取，死了也是活该，怪不得别人。你要开战，那就来吧。开战？你们也配？家主，今天过后，清远地面再无周家。莫前辈还没有出关，我不能倒下。莫前辈就是那条畜生，他在哪儿？想对付莫前辈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找死！本座问你话呢，那条畜生在哪儿？让他出来受死！家主，何必跟他废话，直接搜魂就是了。莫前辈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报答你了。这是莫前辈出关了！恭迎莫前辈！尔等欲灭周家？这是蛟龙！畜生！你上千修士，还有这么多妖兽，这要是全弄死，得多少好东西？储物袋、灵气、丹药、灵石，光是想想就激动。这些东西全部给周家，周家实力起码暴涨数倍，到时候族运点层层往上涨，我就能疯狂加点，疯狂进化。闭眼金睛兽、烈焰龙狮、火鳞蟒，这可都是宝贝啊！杀了取内丹，炼成丹药给周家子弟服用，又能培养出一批高手。家主，
这条蛟龙的气息是筑基3层。该死，周家怎么可能和这种级别的妖兽扯上关系？家主，筑基3层的蛟龙真要动手，我们怕是会两败俱伤啊！是啊，家主，就算我们能赢，也要付出惨重代价。到时候其他家族趁虚而入。这位前辈，我是刘家家主刘天雄，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。误会？你带着上千修士把我周家团团包围，你告诉我是误会？前辈，我儿刘浩确实做的不对，但他已经死了，算是付出了代价。我刘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要前辈把周媚儿交出来，我刘家立刻退走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还敢跟我谈条件？我要是不交呢？前辈何必为了一个女人与我刘家鱼死网破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鱼死网破？刘浩要杀我的人，我杀了他。你现在要杀我的人，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刘家上千修士，你就一个人，真当我们怕你不成？不错，真打起来，谁生谁死还不好说。以多咬死象，我们上千修士，耗也能耗死你，是吗？看来你们很不服气。黑暗寂灭神雷！这是什么雷霆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一击就灭了我们上百修士。这要是多来几下，现在服了吗？家主，这条蛟龙实力太强，不是我们能对付的，应聘只会全军覆没。是啊，家主，那雷霆太恐怖了，再来几下，我们刘家就全完了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先保住剩下的族人，以后再从长计议。对对，前辈，今日之事是我刘家冒犯了，我们这就退走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。退走？你刚才不是还说要踏平周家，鸡犬不留吗？怎么现在又认怂了？前辈，我刘家愿意赔偿，灵石5万，丹药1000瓶，灵器100件，只要前辈开口，我刘家必定如数奉上。赔偿？杀了你们，东西一样是我的，还用得着你赔？快防御！饶命啊！前辈，刘家能给你的，我刘家可以给的更多。只要前辈开口，我刘家必定倾尽全力供奉前辈。前辈，周家不过100多人，穷酸落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供奉前辈？我刘家底蕴深厚，绝非周家可比。是啊，前辈，修仙界强者为尊，周家势单力薄，根本配不上前辈的实力。我刘家才是前辈最好的选择。莫前辈他，相信莫前辈，他既然选了我们周家，就绝不会见利忘义。说完了吗？那就去死吧！家主，救我！这不是普通的雷法，这是天劫！天劫啊！畜生！你敢灭我刘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全灭了，
上千修士就这么……莫前辈威武！莫前辈，这么多储物袋和妖兽尸体，全部给周家，足运点得涨多少啊？发了发了！就这，也敢来灭周家？筑基修士的储物袋，好东西肯定不少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足运点乘100，天级阵法周天星辰大阵。来了，周天星辰大阵，有了这个，周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周天星辰大阵，起！这是什么？莫前辈，这是周天星辰大阵，天级阵法，吸收日月星辰之力，不仅可以防御外敌，还可汇聚天地灵气，加快修炼速度。天级阵法，那可是传说中的阵法呀！灵气真的变浓郁了，至少浓郁了20倍。有了周天星辰大阵，周家子弟的修炼速度至少能提升数倍，而且大阵笼罩范围内的荒山野岭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灵田。莫前辈赐予我们的不仅是灵气和阵法，更是周家崛起的希望。周天星辰大阵布置成功，周家灵气浓度晋升为灵帝。300足运点，足够我修为再次提升了。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突破到金丹期。系统评定周家综合实力达到5流家族标准，请宿主将周家提升至4流家族。任务奖励：足运点2000，天级随机功法乘以5，天级随机灵气乘以10。2000足运点，还有天级功法和天级灵气，虽然我用不到，但给周家提升实力，也能获得不少足运点。必须大力发展周家，尽快提升到4流家族，获得足运点。周媚儿，莫前辈，请吩咐。别光顾着高兴了，先打扫战场，把所有储物袋、灵气、妖兽尸体全部收起来，提升周家实力。另外，刘家已灭，刘家的那些产业记得派人接收。是前辈。周家发展也太快了，听说光是灵道今年就收了数十万斤。何止啊！你看看那边，那是周家的星元果树，听说一颗果子就能卖几10枚灵石。1年前周家还是清远镇最弱小的家族，现在怕是要成为5大家族之首了。听说咱们周家今年新出生的孩子有37个，那可不，莫前辈说了，生孩子就有奖励。哼，我三叔家去年生了个4胞胎，光灵石就领了100枚。1年，终于能够突破到金丹期了，加点！金丹境。金丹1层，足运点2。一粒金丹吞入腹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突破到金丹1层，总算是踏入修仙大道了。足运点只剩下2点了。周家现在发展的不错，但距离4流家族还差得远，还是要想办法提升周家，不然下次加点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恭喜莫前辈出关！1年不见，你倒是精进不少，炼气9层巅峰，距离筑基只差临门一脚了。全凭莫前辈赐予的资源和周天星辰大阵。不错，没有让我失望。有事？莫前辈，家族种植的星元果树今年大丰收，我想带一批去千叶城售卖，换取修炼资源。这事儿你自己做主就行，不用问我。莫前辈，星元果价值不菲，我怕路上会被人觊觎，不知前辈能不能与我同行？走吧，正好出去活动活动筋骨。莫前辈，
从这里到千叶城差不多要3天的路程。早点到千叶城卖了星元果，也能早点让周家子弟提升实力。有动静，不错，反应还挺快，知道麻烦不能沾。道友，救命！好厉害的魅惑之音，竟然不知不觉就着了道。这娘们儿不像个好人呐。前辈，我们要出手吗？一个炼气9层，一个筑基1层，不足为虑。先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。道友救我！身后追杀妾身的是有名的邪修天养道人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盲。被这恶人撞上，道友怕是也难以逃脱。唯有你我联手，方才有一线生机。柳若梅，要说心狠手辣，谁能比得过你？说好平分宝物，你竟激发洞府禁制，想置我于死地，独吞宝物。狗咬狗吗？有意思。二位，你们之间的恩怨与我无关。道友，大家都是女人，你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大家都是女人，你又何必非要拖我下水？道友，这就是天养道人所寻之物，妾身注定是逃不掉了。这宝物宁愿给你，也不愿让那恶人得到。你速速将其收好，我来拦住他。你速速将其收好，我来拦住他。哼，道友，你，拿个空盒子就想祸水东引，你把别人都当傻子吗？哈哈，妖妇，你竟然也有失手的时候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道友，你当真如此心狠吗？要眼睁睁看着妾生死在你面前？莫前辈，今天说不得要做个除魔卫道之事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，就当是磨练一番了。道友愿意出手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见死不救之人。你我联手，必定可以。点浪术，找死！阎罗杖，斩！道友好手段，不过片刻功夫，就将这妖妇拿下。不过，道友将我想杀之人杀死，我该怎么报答道友呢？一气齐拿大手印！区区小手段，能奈我何？巨符术！怎么样，认清差距了？炼气9层和筑基1层，果然差距极大。既然磨练的效果达到了，那就没必要留着它了。金丹期，前辈饶命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前辈，求前辈开恩，饶晚辈一条狗命。动了我的人，还想活？这就是那天养道人所要之物吗？这是元婴洞府。莫前辈，你是说这上面记载了一处元婴修士的洞府？不错，可惜这残块只是1/3，要集齐剩下的2块，才能知道元婴洞府的具体位置。即使这样，那也十分珍贵了。元婴修士，放眼整个清远地界，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如果能得到元婴传承，
绝对可以一飞冲天。元婴修士的传承，无论对我还是对周家都有很大好处。不过修仙界广阔无边，想找剩下的2道残片，又谈何容易？这种事全凭机缘，强求不得。走吧，先去千叶城把星元果出售了。莫前辈，这就是千叶城了。人倒是不少，城里还有阵法波动。千叶城由长生谷掌控管理，有着金丹真人坐镇，没有人敢在这儿闹事，所以城中人数一直居高不下。可是这人也太多了。这位道友，打扰一下，这千叶城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进城吗？道友是从远处来的吧？长生谷月前放出消息，要拍卖1颗金丹期蛟龙内丹，吸引来了众多的家族势力。什么？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？是啊，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。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，如果能得到，不仅能让我的实力更进一步，说不定还能提升血脉。但以周家现在的财力，怕是无法与那些大势力竞争。莫前辈，我们去参加拍卖会吗？参加，就算拍不到蛟龙内丹，也能拍到其他东西，增强周家实力。好多人。金丹期的蛟龙内丹吸引力自然不小。此次拍卖会由老夫主持，希望诸位道友给个薄面，不要妄生事端。这人是千叶城主，筑基9重修为，也是长生谷的长老，坐镇千叶城数十年，掌控着城中的大阵。想必诸位都等得不耐烦了，我也就不说废话了。第一件拍卖品筑基丹5颗，具体功效我就不多言了，诸位道友都清楚。起拍价1万灵石，15000、2万、3万。莫前辈，我们要出价吗？拍，你炼气9层，正好可以用到筑基丹。5万、 6万、 7万、7万灵石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好，7万灵石成交。7万灵石，好贵。种植1年的星元果，还是在周天星辰大阵的加持下，才卖了15万灵石，这一下就消耗了一半。只要能突破筑基，这点灵力不算什么。接下来这件拍卖品倒是略微有些奇怪，因为连我们也没搞清楚究竟有何作用。莫前辈，那是元婴洞府的3块残片之一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。经过我们鉴定，这块残片年代久远，应该是一份地图的一部分，或者某种信物。不过具体是什么，我们也没搞清楚。这东西全凭机缘，说不定其中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呢。起拍价5000灵石，一个不知道用途的破残片也好意思拿出来拍卖？就是，还惊天秘密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想钱想疯了吧？如果无人出价，那这残片就要流拍了。5000。一条蛇妖花5000灵石买个破残片，难道他知道残片的用途？估计是想着碰运气，误打误撞吧。1万。莫前辈，那是莫海渊，玄君门大长老的孙子，筑基5层修为。玄金门是与长生谷齐名的强大宗门，有金丹真人坐镇，莫非他也知道残片的用途？看他的样子不像知道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平静，更多的应该是有点兴趣，拍下来玩玩。那我们还继续出价吗？继续出价只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一座元婴洞府，如果消息传开，怕是整个清远地界都要沸腾了。先让给他，等拍卖会结束再找机会。莫前辈，你的意思是？元婴洞府的残片必须得到。既然没有人加价，那这残片就归莫公子所有了。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抢的。诸位，接下来便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。这就是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，好恐怖的波动，难怪说可以助人突破瓶颈。
还真是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，这长生谷倒是有点东西。诸位，这便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卖品——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，起拍价30万灵石。这价钱把我卖了也凑不出来啊！这等宝物果然不是我们能染指的，只有那些大势力才有资格争夺。50万，这蛟龙内丹我玄金门要了。区区50万灵石就想拿走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，玄金门何时这般没落了？我出80万。莫前辈，那是山河宗的少宗主杨明，与莫海渊一样，筑基5层的修为，而且山河宗也是有金丹真人坐镇的大势力，和玄金门向来不对付，不过却一直被玄金门压上一头。杨明，这蛟龙内丹，你山河宗当真要插上一脚？拍卖嘛，价高者得，更何况是蛟龙内丹这种宝贝。莫公子要是囊中羞涩，大可以退出。90万，100万，100万呢？110万，120万。杨明，你确定要跟我争到底？莫公子，这拍卖场又不是你家的，我出我的价，与你何干？输不起啊！二位，这里是千叶城拍卖场，还请遵守规矩。130万，150万，150万灵石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50万啊，了不起了不起！好，成交，蛟龙内丹归杨少宗主所有。莫公子，承让了。150万灵石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灵石啊！是啊，山河宗不愧是顶尖大势力，这次倒是压了玄金门一头。有了那枚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，杨少宗主的修为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。更上一层楼，有命拿，也要有命销售才行。莫前辈，那莫海渊走了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不急，等着看吧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开始。莫前辈，你猜对了，莫海渊他们真的在这里埋伏。无论是蛟龙内丹，还是玄金门和山河宗的恩怨，莫海渊都不会轻易放任杨明离去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先让他们打，等两败俱伤了的时候，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。残片和蛟龙内丹，我全都要。不好，有埋伏！杨少宗主，这么着急走干什么？咱们还没好好叙叙旧呢。莫海渊，你想干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杨明，你该不会天真到以为我会让你把蛟龙内丹带走吧？莫海渊，这可是千叶城地界，你敢动手，不怕长生谷追究？你觉得荒郊野岭的杀了你们，谁知道是我干的？莫海渊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山河宗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杀，一个不留！莫前辈，他们打起来了！打吧，打得越狠越好。找死！精灵符，你竟然有这种东西！为了杀你，我可是下了血本。莫海渊，你敢杀我，山河宗不会放过你的！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我？该我们出场了。
蛟龙内丹终于到手了！少主天纵之姿，再加上蛟龙内丹辅助，定能成为玄金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丹真人。没错，山河宗这次不但丢了蛟龙内丹，还死了少宗主，看他们还怎么跟我们玄金门斗！哼，等我突破金丹期，山河宗算什么？整个清远地界都要看我玄机门的脸色。杀人越货，莫公子真是好手段。是你？怎么，就凭你一个炼气9层，也想打蛟龙内丹的主意？还是说你是为了那残片而来？看来我猜对了，那个残片还真是个宝贝。既然知道我是为了残片而来，那是你主动交出来，还是等我杀了你再取？我没听错吧？就凭你们也敢大言不惭说要杀我？说出残片的具体作用，或许我还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我宰了他！这是金丹期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金丹期？现在还觉得我杀不了你？你不能杀我！我是玄金门大长老的孙子，你杀了我，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。玄金门很厉害吗？你敢动我，玄金门必灭你全族！废话真多。莫前辈，父亲，渊儿她出事了。好大的胆子！一头筑基期的畜生，竟敢杀我孙儿！父亲，你一定要为渊儿报仇啊！干得不错。只差最后一块残片，就能知道元婴洞府的具体位置了。还有那蛟龙内丹，说不定能让我距离化龙更近一步。把他们的储物袋都收了，玄金门弟子的家底应该不会太差。好。来得真够快的。金丹真人，渊儿，我的渊儿，就是你杀了我孙儿！是我杀的，怎么？你想替他报仇？我会将你碎尸万段，为我孙儿陪葬。就凭你，恐怕还不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头筑基期的畜生也敢口出狂言！似乎发生了有意思的事情。山河明月卷，杨开山，你竟然将此宝带了出来，也不怕山河宗山门不稳吗？若是不用山河明月卷遮掩气息，又如何能够瞒得过你？你还真是舍得，为了对付我，竟然用自己儿子的命设局。不错，我给了明儿大量灵石，让他去竞拍蛟龙内丹，就是算准了莫海渊会出手，从而杀了莫海渊，引你出来。唉，可惜明儿竟然失手了。为了不露破绽，
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死在面前。如果他知道有你这样的父亲，怕是会死不瞑目吧？只要能杀了你，一切都值得。倒是多亏了这头妖兽误打误撞杀了莫海渊，不然这次计划就要失败了。竟然不知不觉被人摆了一道。不过，那宝物似乎不错，遮掩气息的效果比我的敛息术还好，连我都没发现这三人藏在暗中。祝其寿、沈须法，你们祝沈两家也要来趟这趟浑水吗？怨不得我们玄金门强盛太久了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只好送你上路了。两位道友，动手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等等，我知道三位道友想要什么，放过我，我将门内的金丹传承、功法秘诀尽数赠与诸位，如何？莫道友还是安心上路吧，你死后，我们会亲自去玄金门一趟。一位金丹真人就这么死了。他们两个怎么处理？今日之事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怕是会对我三家的名声产生影响。一头筑基期的畜生而已，一巴掌拍死便是，正好把蛟龙内丹拿回来。莫前辈，金丹期大妖。你要一巴掌拍死谁？金丹期，他隐藏了修为。不对，这不是普通蛟龙，他的气息比一般金丹期修士强横。刚才说一巴掌拍死我，现在怎么不动手了？金丹期又如何？我们三人联手，还怕你一条畜生不成？沈道友说的不错，我们三人都是金丹1层，联手之下未必不能斩杀这畜生。一头金丹期的蛟龙，浑身上下都是宝贝，内丹、精血、筋骨，每一样都是价值连城。不错，这头蛟龙的气息可比长生谷杀的那条强多了，定能助我们修为大涨。动手！就凭你们三个也想杀我取内丹？你是什么种类的蛟龙，竟然如此强横？我的赤眼剑阵，竟然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。蛟龙的雷霆太恐怖了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杨道友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有一道秘法可以对付此料，但需要时间施法。你们先拖住他。好，你快施法，我们拼了！好。杨开山，你干什么？当然是借两位道友的精血施展秘法。
堂堂山河宗宗主，竟然沦落为邪修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只要能获得力量，邪修又如何？成为我的血食吧！吞了你，我的实力还能更进一步。找死！畜生就是畜生，空有一身蛮力，又岂能伤到我？血炼大阵，起！这就是你的依仗。此血炼大阵，就算是金丹2层的修士被困其中，也休想逃脱。今日便用你的蛟龙精血，助我突破修为。区区邪阵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黑暗寂灭神雷！不可能！我的血炼大阵！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血鹰盾！莫前辈，他要逃了！逃？他逃得掉吗？是宗主，宗主回来了！恭喜宗主！好，山河宗培养你们多年，如今是你们做贡献的时候了。来吧，与我融为一体，血海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，我的血气在流失。宗主饶命啊！宗主，快停下来！你疯了不成？这些都是我山河宗的弟子，你怎么能下此毒手？你们懂什么？能与我融为一体，是他们的荣耀。杨开山，你堕入魔道，不配为我山河宗宗主。你们2个蝼蚁，竟然妄想反抗！这是什么邪术？杨开山，你不得好死！真是美妙的滋味呀！该死的畜生！等我将宗内之人尽数炼化，便去寻你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来！力量，这就是力量！别怪我，要怪便怪那畜生吧。若不是他逼得太紧，我又怎么会做出此种选择？我会重建山河宗，带领山河宗走上巅峰。诸位弟子还请放心离去，杨某在此谢过了。我还没去找你，竟然主动送上门来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这个
然把自己宗门的人都杀了。他已入魔，人性尽失。退远些，接下来不是你能参与的。前辈小心。杨开山，你已丧心病狂，今日留你不得。留我不得？我已炼化全宗血石，你以为你还是我的对手？血海滔天！黑暗寂灭神雷！给我挡住！就这，也敢妄言杀我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为什么上天如此对我？我有仙法，我是金丹真人，我不应该死在这里。莫前辈，这就是杨开山的储物戒指。不错，堂堂山河宗宗主，家底应该不会太差。莫前辈，那是第3块元婴洞府的残片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3块残片终于凑齐了。这就是元婴洞府的钥匙。这是长生谷。长生谷，这样看来的话，元婴洞府就在长生谷中。这下有些麻烦了。长生谷掌门是金丹3层修为，谷内还有2名金丹1层的长老坐镇，无法随意进入。而且事关元婴传承，不能大张旗鼓的探查。若是被他人知晓，周家恐有灭族之祸。周家可有天赋出众的孩童？孩童？前辈，你的意思是？找一名天赋出众的孩童，拜入长生谷，再慢慢探索。家族倒是有一人合适，是我侄孙一辈，叫做周乐仁，今年刚满6岁，天赋上等，就是性子有些顽皮。无妨，我会随他一起。元婴修士的传承必须得到。老祖，您堂堂金丹期大妖，为什么我们要用腿走着去？你要符合人设，一个凡俗之人，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到长生谷？放心，再走上几天，很快就到了。老祖分明就是故意的，只要到长生谷附近找个地方，等上几天再去拜宗，又怎么会露馅？等一下，老祖，怎么了？有危险！不行，太过干净了。啊！老祖，你干什么？老祖，这样已经可以了吧？身上如此完好，怎么能体现出你的求道之心有多坚定？不要，老祖不要啊！放心，不疼。咦，真的不疼？但这一瘸一拐的走路，实在有失我天命之子的身份啊！如此便是毫无破绽了。行了，继续赶路吧。终于到了。哪儿来的土包子？不会也想望求仙缘吧？小子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还是从哪儿还回哪儿去吧。这副乞丐模样也想同我等一般，简直是可笑。快走快走，真是晦气。终于到熟悉的剧情了，不枉我花费一番功夫将周乐仁弄成这副模样。快去打脸吧，少年！呸！区区乞丐竟敢无视我等！喂，小乞丐，你是怎么来的此地？第一，我不叫魏；第二，
我也不是小乞丐。第三，只有垃圾才会口出狂言。你说谁是垃圾？不是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好，太对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此子竟如此嚣张，他这么勇的吗？那里可是聚集了100多人，此子一开口就得罪了所有人。掌门，如此张狂的性格，如何能修得大道？依我看，即便这小子能够通过入门测试，我长生谷也不能收下此人。哼，我倒是觉得这小家伙有意思，虽然扮相差了点，但勇气十足，还是往后看看再做打算吧。但愿此子不是空有其表。区区乞丐如此嚣张，简直是找死！就是，要不是怕坏了仙缘，我真想揍他一顿。小子，挺能装啊。老祖，我这不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吗？不过万一我真的惹了众怒，他们一拥而上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挨揍的。不过挨顿揍也不是坏事，更能显得你求道之心坚定。我等为长生谷弟子，入门需要测龄，年龄不超过16岁。欲拜入我宗之人，可随我等前来。终于要开始了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小乞丐能有什么修炼天赋。说不定一点修炼天赋都没有，到时候看他怎么嚣张。真是期待啊！此为测灵柱，一一上前来，将手掌放置其上，便可测出尔等的修炼天赋。测灵时亮起的越多，天赋越高。我先来。6枚宝石，这是什么天赋？好强！变异冰属性，天赋也是中上，甚好甚好！哈哈哈哈！我长生谷当大兴。不错，站我身后来。变异冰属性，容貌也不差，倒是配得上我。哼。下一位。奇怪，怎么不亮？拉下去！不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求你们了！自不量力。我来。小乞丐，看好了，什么叫天赋？4枚火系，天赋中等偏下，也算不错。站我身后。下一位。这小乞丐还没走，该不会以为他能测出修炼天赋吧？哼，灰头土脸的，一看就没有仙缘。我可是有老祖随身的天命之人，任你才情逆天，又怎么能够比得过我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过是个小乞丐，怎么可能有如此天赋？作弊！他一定是作弊了！没错，请长老出手，将此人赶出山门。这邋遢小子，天赋竟然比我还高。此子天赋竟然恐怖如斯！掌门师兄，此子一定要入我门下。火焰师兄，我记得某人刚才还说，此子性格嚣张，如何能修得大道？即便通过测试，也不能收下。青霜师妹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此子天赋不错，相信在我这个师傅的教导下，必定能够走得更远。哼！火焰师兄，你一个修炼火法的人，如何能够教导于他？还是我比较合适。一法通万法通！
骂你不成？够了！身为长老，如此模样，成何体统？还是先看此子能否通过最后一关吧。八枚宝石，孩子，来，到我身边来。测灵柱乃我长生谷至宝，岂是作弊能够蒙骗的？谁再敢妄言，逐出山门，永不收录。测灵已毕，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关，问道心。此关若不过，依旧无缘入我门中。天赋高又如何？信心不行，照样被赶出去。还有机会。鹿死谁手，还未可知。你别得意太早。这小子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此为问心录，共120阶，只要能够迈过30阶，即可入我门中。30阶而已，不过1/4，又有何难？我一定能过。好了，去吧。多亏父亲曾经说过这问心路的玄妙，教过我应对之法，不然还真不会如此快便从幻想脱离。小乞丐，这回看你如何能过。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乞丐，一朝乍富，定然会迷失在幻想之中。原来如此，这问心路考验的是心性意志，会出现各种幻想，越是沉迷幻想，便越难挣脱。老祖，我可全靠你了。放心，保证让你成为全场最靓的仔。老祖威武！此子意志竟恐怖如斯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这么快？你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，借过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啊！与此子同时入门，也不知是你们的不幸，还是你们的幸运。这句话，此子难道？不可能！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穿越者？不过是一句义气之言罢了。120阶，这还是100年来第一个在入门时便走完整条问心路。我长生谷难道真有气运所助？乐人啊，老夫乃长生谷掌门，观你天赋绝佳，心境上乘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拜我为师？乐人呐，吾乃火焰烈焰峰峰主，你若拜我为师。吾乃清霜木烟峰峰主，你若入我门下，我必护你周全。行了，别吵了，还是让乐人自己选吧。凭什么？不过是个小乞丐，
就是，我们拼死拼活爬上问心路，结果风头全让他抢了。我选这位仙女姐姐。你小子可真有你的。3人中，这位青霜长老估计实力最弱，选他做师傅，正好方便老祖行事，绝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。好，好，好，乖徒儿。2位师兄，青霜便先行告退了。千算万算，竟然漏算了一招。这青霜平日里一副清冷模样，没想到连美人计都使得出来。哇，师傅你好厉害！嘿，师傅你手真滑。你小子！师尊，这是您新收的弟子吗？不错，这是你静雅师姐，入门已有3年，修为炼气6层。见过师姐。小师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弄得一身灰？路上摔的。静雅，先带你师弟去洗漱一番，换身干净衣裳。是，师尊。小师弟，跟我来吧。老祖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探查？现在还不行，你刚入门，连身份令牌都没拿到。长生谷内阵法重重，不好贸然行事。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寻个机会，看能不能找到长生谷的地图，最好是详细的山川地理图。好。小师弟，你不在师尊身边待着，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？师姐，我想问你个事，你可有这附近的地图？你要地图做什么？我离家已经1个多月了，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我想看看我家所在的位置。地图就在藏书阁中，要不要师姐带你去一趟？不用不用，不过是些许小事，就不打扰师姐静修了。老祖，怎么样了？做好准备，已经寻到位置所在。终于找到了，老祖威武！走，莫要惊动他人。这就是元婴洞府。这些可都是元婴修士的收藏啊！若是能够早来一些便好了。岁月无情，能留存至今的才是真正的不凡之物。前辈，打搅了。你终于来了。元婴，你还活着？老祖，他……别慌。前辈，您还活着？呵呵，活着不过是一道残魂苟延残喘罢了。后辈修士周家周乐人见过前辈。哦，你不怕我？不怕。以前辈的能耐，若是要害晚辈，晚辈又如何能逃得掉？呵呵，倒是有点意思。虽然以你这点微弱修为，不知道是如何寻到此地，但我时间不多了，你可愿意承我衣钵，传我道统？晚辈愿意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上前来，磕上3个响头，以全你我师徒之谊。徒儿拜见师父。哈哈，好徒儿，借你身躯一用。等了1000年。终于等到了，这体身躯虽弱，但胜在年轻。假以时日，本座定能重登巅峰。老祖，该死的，什么人敢坏本座好事？老祖。堂堂元婴修士，竟然行此夺色之事，着实令人不齿。你一条小小的金丹期妖兽，也敢管本座的闲事？你若是真心收徒，我自然敬重；
但你欲行夺舍之事，我却不能坐视不管。你以为本座怕你不成？若是1000年前，本座一根手指就能将你碾死。你也说了，那是1000年前。不，本座不甘心。元婴传承，普化元轮经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元婴传承，壮大家族底蕴，获得族运点乘以300。壮家族底蕴也能获得族运点，不错不错，这一趟真没白来。走吧。老祖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万一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道友，请留步。师傅，火焰长老，掌门。3位道友是如何发现我的？不知何处露出了破绽。本是为了保护乐人，以防万一，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。不愧是我宗天才弟子，反应果然迅速。3位道友，真要阻我离去？只要道友将属于我宗之物与我宗弟子留下，我等自然不会为难道友，任由道友离开。东西我可以做主与长生谷共享，但人不可能留下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道友，小心今日陨落于此。且慢，道友，何不问问乐人自己的意见？若是他愿意留在我宗，道友又何必强人所难？乐人，你可愿留在沐烟峰，随我修行？沐烟峰一切资源尽可为你所用，我也会将一身所学传授于你。多谢师尊厚爱，但弟子必须回去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怪道友运气不好了。动手！不好，他们要逃！不可，晴霜师妹，保持阵盘同步。好机会！寂灭神雷！该死的！师弟、师妹，助我一臂之力，请祖师法宝！开！该死，躲不掉了！系统，给我加点！还是低估了长生谷，1位金丹3层，2位金丹1层。要不是果断加点把境界提升到金丹2层，怕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老祖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只是接下来要在此处恢复一段时间了。这难道是金丹期的蛟龙内丹？本来打算留着日后突破用，现在看来只能先用来疗伤了，不然怕是要1、2年才能痊愈。老祖，都怪我，若不是为了护我，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你是周家未来的希望，护你是应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那位便宜师傅倒是不错。老祖，什么意思？若不是你那师傅故意卖了个破绽，1位金丹3层，2位金丹1层，主持的大阵又岂是那么容易破的？不过他这么做，必定瞒不过那2人的眼睛，恐怕会受些责罚。师傅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将这份情记在心中，以后会有报答的机会。师傅，我一定会回去的。
岂有此理！明明我周家先发现的灵矿，那贺明两家竟敢明目张胆的抢夺，还打伤我周家数十弟子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家主，此事绝不能这么轻易算了，必须把灵矿夺回来，否则我周家颜面何存？稍安勿躁，莫前辈此前灭掉刘家已经立威，贺明两家还敢如此挑衅，想必是有着什么屏障，还是要先弄清楚再做打算。等到弄清楚，那灵矿怕是都被他们开采完了。不错，我带人去把灵矿抢回来，我就不信贺明两家真敢与我周家开战。等等，家主，那贺明两家是个什么说法？那两家声称错把周家子弟当成了魔道修士，才出手抢夺，但事后却闭口不提灵矿归属，还派人围起了灵矿，偷偷开采。这分明是把我们当傻子糊弄。莫前辈前往长生谷，至今未归，以我周家现在的实力，对上贺明两家毫无胜算。家主所言极是，贺明两家联手本就势大，如今又找了这等拙劣的借口，分明是故意试探我周家的底线。这种时候千万不能莽撞行事。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不能莽撞行事，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派人暗中监视贺明两家的动向，抽调核心子弟加强防御。在莫前辈回来之前，周家的天由我来撑着。贺兄，你这计谋不管用啊！周家那边毫无动静，倒是沉得住气。哈哈，本就只是一个激将法罢了。若是周家大举杀来，那便趁机灭了他们；若是没有，也在意料之中。这周家还算是会闪时夺势，不过是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势之辈，靠着那妖兽才能够与我等两家平起平坐。真论底蕴，周家算什么东西？话虽如此，但那妖兽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刘家便是前车之鉴。老祖，有消息传来。哦，拿来看看。好一个周家！贺兄，发生了何事？周家派人抢走了刚挖出的灵矿，又将之前误认成魔修的说辞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，这是在打我的脸。贺兄不必动怒，别忘了我们两家整合清远地界的资源势力，可是在替灵虚宗办事。不错，灵虚宗有元婴修士坐镇，这次在清远地界开设分宗，那周家不识好歹，最后只会自取灭亡。算算时间，灵虚宗的少宗主也快该到了吧？贺前辈，你可是让我有些失望。少宗主，我等无能，耽误了少宗主的大计，还请少宗主责罚。贺前辈，不必如此，你们两家的功劳，我与父亲都看在眼里。不过进展还是慢了一些，所以父亲让我与楚老前来助你等一臂之力。多谢少宗主体谅。少宗主，若非有些顾忌，恐怕我与明兄已经将清远地界拿下，也不至于等到现在。顾忌，便是你在传信中提到的那头金丹期蛟龙吧？不错，那蛟龙与周家交情颇深，我与明兄皆不是对手，因此才会进展缓慢。听说这蛟龙会控雷电，不知传言是否为真？应当不差，此事当初见证者颇多。哦，如此天赋倒也不差，正好我还缺一坐骑，就给这蛟龙一个机会吧。少宗主，那蛟龙名为墨玄，实力强大，若是不开教化，拒绝了少宗主的恩赐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放心，有楚老相随，那蛇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楚老，到时候若有变故，还得劳烦您出手相助。金丹3层，这老者跟在许尘风身后不显山不露水，没想到竟然有这金丹3层的修为。有楚前辈在，拿下那墨玄不过是手到擒来。到时候我与明兄便可放手施法，替少宗主将这清远地界拿下。事不宜迟，先去将我那坐骑收服，至于其他之事，容后再议。这周家倒也有些能耐，已经成了几分气候。少宗主，这周家不过是运道好罢了，仗着那墨玄才能有如今的地位。若不然，凭着一个筑基1层的周媚儿，
还是刚突破不久的，又怎能有如今这番景象？这周家是如何降服那莫玄？这只是听说与那周家家主周媚儿有关，其余便一概不知了。无妨，等拿下了那莫玄，自然能够弄清楚。贺长青，来者不善。见过贺家主。莫玄呢，让你一个筑基小辈出来，真是好大的面子，完全不把我等放在眼里。莫前辈外出，如今还未归来。若是贺家主有事，可告知晚辈。等莫前辈回来，晚辈定会转达。哦，是吗？竟然如此凑巧。既然那莫玄不在，扰了少宗主的兴致，周家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死！你敢动周家试试？莫前辈，您回来了。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回去，主持周天星辰大阵。莫前辈小心。这滔天的凶威，传言果然不虚。幸好自己与明兄足够稳重，不然招惹到这莫玄，结局如何还真难说。不过今日任你凶威滔天，也注定翻不出浪花。好，好一头蛟龙！莫玄，你可愿成为我的坐骑？小辈如此狂妄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哼，嘴倒是挺硬，待擒下了你，看我如何炮制。好，折了许尘风的面子，今日这莫玄死定了。莫玄，此乃灵虚宗元婴修士天涯真君女子，让你当错骑，乃是你荣幸。你竟敢如此不知好歹！灵虚宗元婴修士，这下倒是有些麻烦了。莫玄，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成为我的坐骑，不然你就可以去死了。我倒要看看如何让我死！不识抬举，楚老，直接宰了吧！好胆！金丹2层，倒是有些狂妄的底气，不过也仅限于此了。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，免得多受皮肉之苦。妖兽修行不易，切莫再做不智之举。废话少说，若连生死自由都无法自己掌握，即使成仙做祖又有何用？自寻死路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去！金丹3层，那长生谷掌门有大阵加持，我奈何不得？你我还收拾不了了？这是什么雷霆，竟如此霸道！就这点手段，也敢扬言收我当坐骑？你楚老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你不能杀我！我父亲是灵虚宗天涯真君，元婴期大修士，你杀了我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威胁我？不是威胁。莫玄，你放过我！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，楚郎死了就死了，我灵虚宗不会追究。当做没有发生？那我问你，周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对周家出手？10数年之前，清远地界所属的南苍玉域主失踪，为了避免魔修肆虐、生灵涂炭，我灵虚宗才打算来此开辟分宗，准备整合各方势力，共同抵御魔修。
魔修肆虐，生灵涂炭，不过是你为了抢占利益找的借口罢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只要你放我离去，这清远地界，我灵虚宗可以不再插手。放你离去，晚了。莫道友，你听我说，莫道友，饶命啊！关于那灵虚宗，你知道多少？灵虚宗乃是隔壁离天域的大宗，宗内元婴真君不止一位，实力恐怖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我知道的都说完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灵虚宗元婴真君，等我将周家提升到4流家族，你们来多少，我杀多少。